白宫发布了新的印太战略，在跟中国对抗的套路中，谁能看出有多少新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2月11日，美国公布了名为《印太新战略》的一个文件，这是拜登当选总统以来第一个大报告嘛。根据这个报告，美国将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地区所有角落，以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首先呢，报告里对中国的态度是认为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寻求在印太的一个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强国。那报告里写了一句，就是美国跟盟国未来10年的集体努力将决定中国是否成功的改变有利于印太地区和世界的规则和规范。就是美国非常担心，就是现在印太地区这个规范会不会被改变。可见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改变秩序之后，这个秩序会变得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这个新印太战略就强调了要深化地区安全伙伴关系，跟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战略呢提出了5条路线，首先就是要针对地区安全，要求更紧密的把各国在作战领域、冲突范围方面的努力整合起来，以确保美国能够与盟国与伙伴一起劝阻或者击败任何形式的侵略，并且要推动加强威慑和反胁迫举措，例如反对改变领土边界或者破坏海上主权国家权利的努力。这段话读完之后我想大家都明白，美国所说的侵略应该是包含了我们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行动，而且美国还不仅仅针对中国，那就要看以后有谁让美国不满意了。那么这个战略里边还包含了具体的国防工业、通讯、战场指挥和控制方面等等方面的合作。再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要促进印太地区繁荣。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初推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以促进贸易，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建设基础设施，还有数字连接。注意美国说的供应链弹性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不能什么事儿都依赖中国制造，就是跟中国希望实现逐渐脱钩。所以我就很好奇美国天天想着跟中国进行脱钩，而国内某些自媒体，比如某些什么秦安战略这样的野生战略大师，为什么跟拜登想的一样，也天天喊着要跟美国脱钩？这背后都谁指使的呀？还有就是推进自由开放的太平洋，确保该地区各国能够在不受其他行为者胁迫的情况下，独立地治理自己，并且确保与海洋和空中领域有关的国际法得到尊重。这2句话其实中国一贯赞同只不过你美国说的各国是不是偷偷的把台湾给算进去了？你说的这个尊重国际法，是不是在中国西沙领海基线划分方法上要跟中国继续玩一下国际法认知大战呢？另外几条就是要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或者4方安全对话机制，与该地区各国建立联系，并且帮助印太国家与北约和欧盟等外国组织建立关系。那么要求印太国家跟北约建立关系，估计这条主要适用于印度。再有就是面对气候变化以及重大疫情等跨国危机时建立复原力。该战略还特别指出，美国要敦促中国承诺并且实施符合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所需的雄心水平的行为。这条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反对的只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国家玩双重标准。那么这个战略出台以后，就连美国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就是生产 B-21 隐身轰炸机这个公司他赞助的这个媒体叫 Breaking Defense 这个网站都写了文章进行评论，说这些个战略所有举措都是为了对抗中国。那么对比当年特朗普的战略看上去实在是太熟悉，毫无新意。实际上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拜登政府恐怕不能也不敢有什么新意，否则肯定面临的是共和党更猛烈的打击。但是美国一个官员在接受这个网站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在世界上建立一种影响力平衡，最大限度有利于美国、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最大限度的就是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无法改变中国，就要塑造战略环境，使之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能把围堵跟遏制说得那么清新，我倒觉得这算是美国新亚太战略里边唯一的创新。好，
关于美国新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对抗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无利。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